丈夫偷偷去见初恋，不知道妻子正在跟踪。这位丈夫郭有余坐在玲珑公园的长椅上，与初恋聊天的时候，他的妻子于小倩躲在不远处的一棵大树后面，借着夜色的掩护，侧耳细听两个人的谈话。于小倩真恨自己没有一双顺风耳。丈夫与初恋的谈话呀，她只是断断续续，能听到几个字儿。正在这着急呢，身旁突然冒出来一个黑影，于小倩被吓了一大跳，差点发出惊叫声，赶忙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。定睛一看，是一个男人，鬼鬼祟祟，也在朝着长椅上的郭有余和初恋王姬花那边张望呢，根本没有发现一旁的于小倩。于小倩稳住心神之后，心想自己该不该问一问这个和她一样暗中偷窥的男人呢？没等于小倩做出决定，又有情况了。一个10几岁的小姑娘走到了郭有余和王姬花这一对曾经的恋人面前。妈，早点回家吧，我一个人在家害怕。原来是王姬花的女儿来找妈妈了。王姬花与初恋郭有余同时起身，分别离开了玲珑公园。这时候于小倩身旁的那个男人叹了一口气，扭头一看，哎呦呵，怎么还有个大活人啊？你是谁？干什么的？你是谁？你是干什么的？俩人这么一交谈，原来这位先生是于小倩丈夫郭有余的初恋王姬花的前夫。这位前夫冯仁吉离婚后开始怀疑女儿不是自己亲生的，因为最近他新认识了一个客户叫郭有余，自己的女儿冯露露怎么看怎么都长得像郭有余。私下一调查，原来这郭有余竟然是自己前妻的初恋。王姬花跟冯仁吉结婚的时候，刚刚与郭有余分手。为了证实自己的怀疑，冯仁吉也是够奇葩的，他花钱请人，给前妻王姬花以及王姬花的初恋郭有余分别送去了一个神秘消息，说是有老熟人要在玲珑公园见面，有事情说，这才让郭有余和王姬花今晚在此相见了。感情这位冯仁吉和于小倩一样，彼此全是来偷听配偶的秘密的，结果还都是一无所获，啥也没听着。于女士，咱俩合作一下怎么样？我比较着急，3天之后我和前妻的女儿露露就该去读大学了，因此在这3天之内，最好能够搞清楚，到底露露是我的孩子还是你丈夫郭有余的孩子。要是这孩子真不是我的，那我不但不能再承担他以后的学费，就连以前的抚养费我也得让他的妈妈赔偿给我。于小倩点了点头，哎呀，难怪结婚的时候郭有余那么痛快，就答应了我想要丁克的主张。原来你大概是因为早就有了个女儿了吧？于是于小倩和冯仁吉2个人商量了一个计划，然后分别开始行动，要揭穿郭有余和王姬花。于小倩回家之后，告诉丈夫郭有余，说自己公司有事需要出差几天，让郭有余一定记得天天到公园去遛狗。而另一头的冯仁吉呢，打电话约前妻王姬花到玲珑公园见个面，说要商量一下孩子上大学的事情。可王姬花到了玲珑公园之后，冯仁吉又打来电话，说是临时有事，得晚一点到。刚好这个钟点正是于小倩要求丈夫郭有余的遛狗时间。于是很自然的，郭有余再次遇到了初恋王姬花。2个人刚说了几句话，于小倩假装出差，行程临时有变，回家之后来公园找丈夫，正好就碰上了郭有余和王姬花在聊天。好啊，郭有余，以前有人跟我说你在外面有人，我还不相信呢。
看来这是真的呀。对了，据说你们还生了个孩子，是不是？郭有余努力想解释，王姬花也说：“我们就是老熟人，刚巧在这碰上了。”什么老熟人？他就是你的初恋。这时候，冯仁吉也出现了。露露到底是谁的孩子？是不是这个人的？好嘛，这样一来，一向安静的玲珑小公园可就热闹开了。于小倩逼问丈夫郭有余，冯仁吉就质疑前妻王姬花。总而言之，都说要让做亲子鉴定，看一看女儿冯露露到底是谁的孩子。郭有余和王姬花都不愿意去做鉴定。郭有余的理由是，这根本就是无中生有，无理取闹，那孩子怎么可能是我的呢？所以根本不屑于去做鉴定。王姬花呢，最主要还是不想影响孩子，让大人的这些个破事破坏了女儿的心情。应该让露露踏踏实实、快快乐乐的去上学。可是他们的妻子以及前夫却都不肯罢休。于小倩说，要是不敢去做鉴定，那就是心里有鬼，孩子肯定是丈夫郭有余的，咱们就离婚。冯仁吉也挺干脆，王姬花，我要把你告上法庭。冯仁吉，我可不怕你去告状，不过我真不想让你影响到女儿。好吧，我想个办法让你和孩子做个亲子鉴定，你就放心吧。于是王姬花从家里边找了几根女儿冯露露的头发，交给了前夫冯仁吉。几天之后，鉴定结果出来了，确定冯露露是冯仁吉的亲生女儿无疑。冯仁吉手里捧着报告单，眉开眼笑：“姬花，要不咱俩还是复婚吧？”王姬花冷笑了一声：“以后再说吧。”得到消息，于小倩也不闹离婚了。老公，我突然有个想法，你说咱俩是不是也该生个孩子呀？什么？你都多大岁数了，不想活了？可是于小倩执意想生，不做丁克夫妻了。1年之后，45岁的于小倩高龄产下一子，取名叫郭布丁。